親愛的同學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參加 HSK 5級的考前輔導課，我是嚴老師。我們今天呢，還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寫作的第一部分。說到寫作呀，上節課我們已經知道了，考試的時候呢，會分為2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呢，是考察大家把這個幾個詞呀組合在一起，組成一句通順的話。第二部分呢，是給大家第一呀是考察大家的写作能力，对吧？首先呢，給你幾個詞，一般是5個，讓你用這5個詞來寫一段80字左右的話。第二個呢，同樣也是給你一幅圖片，讓你描述一下，寫一個小段落。這個呢，就是5級考試當中寫作的考試內容。今天呢，我們還是接着上節課一起來討論我們的第一部分。上節課學了什麼？還記得嗎？對，我們學了的字結構，对吧？的字結構前邊呢，可以加很多的動詞啊，可以加很多的成分，比如說名詞、形容詞、代詞、介詞結構，對吧？今天呢，我們說要聊一聊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語言點，它就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動詞。說到動詞啊，真的是包羅萬象，什麼都有，而且動詞還非常重要。在句子當中做這個題的時候，一般都要先找一找有沒有動詞，對吧？今天啊，我們就來將動詞分個類，看一看什麼類型的詞要放在你找到的這個動詞的前邊。還有這個動詞還能怎麼用呢？第一個呀，我們就先從一個簡單的句型來看一看動詞的一個用法。今天呢，老師想跟大家說一說的第一個句型啊，就是有關每和都這2個詞啊，这2個詞都要用在我們動詞的前邊。這是一個句型 sentence structure， 希望大家可以記住這個句型怎麼用呢？比如說啊，我每天呢都會去學校上課，就是你一個動作要發生很多次，而且都是有規律的發生。比如說是按照天，每一天都會做什麼事情，還有每一周你都會去看一場電影啊，你就用每周看電影這個動作是每周都會發生的，你可以用每周來表示。還有動作它有一個量詞是什麼？次，非常好，1次、2次，做了多少次，對吧？所以每次也可以說你這個動作發生的頻率。最後一個，它是一個整體的表達，每節課。比如說呀，老師每節課都會先介紹一下自己，告訴你們我是誰，對吧？這個就是介紹這個動作，這個行為每節課都會發生一次，我們用最後一個表達。好，看完了這些簡單的每和量詞的搭配，這個句子到底應該怎麼說呢？我們說啊，要掌握這個句子，關鍵啊，你要記住，首先動詞是在最後的，然後呢，你先說每，相當於是 every what every day or every time， 對吧？ every 後邊是你的量詞 measure word。然後有時候呢，你可以說，量詞後邊再加一個名詞，也有時候名詞就可以省略掉了。每天記住了，還有一個都在每量詞以及動詞的中間。光說呀，老師，還是不太具體，對吧？給你一個句子看一看，一起讀一讀，很簡單的一句話：瑪麗每次都遲到。比如說呀，我們有活動，瑪麗呢也是我們俱樂部的一個成員，每次俱樂部有活動的時候呀，她都會來，但是她每次來的時候都怎麼樣？她都會遲到。每一次有活動她都來，但是每次都遲到。這個時候呀，我們就用每都的句型來說這個句子，它就是一起讀：瑪麗每次都遲到。非常好。下面了解了句型的基本結構，我們來做一個練習吧。好，一起來看一看，老師給了大家幾個詞呢？一共有5個。第一個每年，第二個他們，很好。第3個是什麼？
獎金，獎勵你的錢啊，獎金。第4個，發，第5個，都很好。所以看到這5個詞，你發現了有特殊的詞，是不是？有沒和都，你知道沒和都啊，它都要放在哪兒？對，放在動詞的前面。找一找，動詞是什麼？動詞是發，對不對啊？動詞它要有一個什麼呀？要有一個賓語，發什麼呢？你不能說我每天都發，你發什麼？你得告訴別人，對不對？發獎金，很好。那現在我們知道，每年都發獎金，這幾個詞的順序是不是都出來了？最後剩一個他們，你打算放哪兒呢？毫無疑問應該放在主語的位置，也就是一開始。所以最後我們的句子是什麼？他們每年都發獎金，很好。就喜歡這樣的單位，是不是？每年都發獎金，錢多真好。好，下面我們看一看每啊，其實還可以把它說得更豐富一點。比如說，在什麼地方發生了這個動作，你可不可以用這個句子說呢？當然沒有問題。例子啊，这些量詞還是我們已經說過的，老師呢就不再重複了。每天、每週、每次、每節課啊，這些都是比較簡單的。那我們直接來看一個句子，一起讀一讀。他每天都在家吃飯。告訴我，在這個句子當中很簡單，知道你們一定都理解，但是我們分析一下它啊。這個句子的動作是什麼呢？對，吃飯。吃飯很好，每天都會吃飯，這個都不用說，肯定的。但是它重點要告訴你的是，他在哪兒吃飯呢？他呀，在家吃飯。有的人喜歡在單位點外賣，但是他不一樣，他每天都在家吃飯。所以在這個句子當中告訴你，首先啊，有一個動作是吃飯的動作，是怎麼樣發生的？每天都會有這個動作，對不對？然後這個動作發生在哪兒呢？是在家。誰是這個動作的發出者呢？是一個他。非常好，這個呀就是我們每都的第2個用法，給他把句子說的長一點，告訴別人這個動作是發生在什麼地方。或者你去哪兒也是，其實啊是告訴你動作發生的地方，對不对？我每天都去公司上班，是吧？周末都要加班，這樣的生活我可不太喜歡。好，我們接着來看吧，看一個練習吧。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，先來看一看這幾個詞。好，我們一起來讀一讀。第一個去，去是看着句型已經知道它要放哪兒了，對吧？去後邊呢，每晚，很好，每晚一定是在動作的前邊。老師出來一個人了，他很有可能是什麼呀？很有可能就是這個句子當中這個動作的發出者，到底是不是呢？我們接着來看其他的詞。廣播站。廣播站是，對，它是一個地點，所以它一定會在去或者在的後邊。最後2個還有一個都，都的位置也很確定，對吧？最後呢，主持節目，動賓短語，告訴你他在做什麼，他在主持節目。所以呀，在這幾個詞當中，先找一找動作是什麼。動作是主持節目，誰主持呢？老師主持。這個動作發生的頻率呢？就是多長時間會發生一次呢？對，每晚。每晚，它在哪兒發生？它在廣播站發生。所以呀，老師怎麼樣？老師每晚
都去廣播站主持節目。很好，告訴你這個動作啊是主持節目，老師去的，去哪兒？去廣播站。哎，多久發生一次啊？每晚都去。一起再來讀一遍吧，加深一下你的語感。老師每晚都去廣播站主持節目。很好。看完了這2個，我們再來看一看還有什麼其他的用法呢？剛剛說最簡單的是告訴你這個動作發生的頻率，對吧？除了告訴你發生的頻率，我還可以加一點東西。哎，我告訴你這個動作是在哪兒發生的。第3個呢，我還可以告訴你，哎，我是用什麼方式來發生這個動作的。來，我們看一個例句，大家一定就很清楚了。一起讀一讀。領導每天都開車上班。哎，怎麼樣？動作的方式是什麼？開車，很好。開車去做什麼呢？開車去上班，這就是領導的生活呀。在北京啊，老師每天都坐公交上班，和領導不一樣。領導開車，我呢坐公交，所以我們都去上班，但上班的方式不一樣。一個是領導類的，他們呢每天都開車上班。哎，一個呢是像我這樣的啊，每天都坐公交上班。還有的同學肯定啊去上課走路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每天都走路去上課。有的同學說，那我坐地鐵也好，我每天都坐地鐵去學校，這些都可以。看完我們的例句，一起再來看一看我們的練習。每次都喝香檳，生日慶祝，還有一個他。哎，看一看吧，有幾個動作？有2個，一個是喝香檳，對吧？還有一個呢？對，還有一個找到了動詞慶祝。哎，找一找，慶祝什麼？慶祝生日，對吧？所以啊，我們想一想，這2個動作哪一個很有可能是方式？哎，你可以用慶祝生日的方式去喝香檳嗎？聽起來怪怪的吧？那我們應該怎麼樣？哎，我想慶祝生日，我怎麼慶祝呢？有的說我開聚會很好，開派對。有的呀，他就喜歡喝香檳。那這個句子當中的他每次都是怎麼慶祝生日的呢？答案出來了，我們一起看一看。他每次都喝香檳慶祝生日。哎，動作是慶祝生日，人呢是他，他每次怎麼樣呢？哎，对，喝香檳來慶祝他的生日。一看吶，就是一個喜歡喝酒的人。你們喜歡喝香檳嗎？哎，中國的人吶，中國人喜歡喝什麼？喝白酒，很烈的白酒。很多人吶，哎，都特別厲害啊，尤其是女生，如果敢在飯桌上拿起杯子和你乾杯的話，你可要注意了。這個是喝香檳啊。好，這個呢，就是說，在用美都的句型的時候，你還可以告訴別人這個動作發生的方式是什麼。以後學習了之後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造幾個句子練習練習。哎，說完了這個美都的句型啊，我們再來聊一聊動詞前邊其實還有一大類詞都是放在它前邊的。什麼詞呢？副詞。很好。5級考試當中啊，其實很多的時候都會給你一個副詞，除了排序題裡邊，還有一定會出現副詞的是哪裡？對，是你的寫作第2部分，給你5個詞，讓你寫80字的那一道題啊，也會給你一個副詞。所以記住，副詞啊要放在動詞的前邊。這裡呢，老師給了大家幾個比較重要的副詞，我們先一起來看一看它們是什麼意思，
然後再來看一看老師给你的动詞和副詞的搭配。第一個，主要，主要是什麼意思啊？对，做了很多事情，是不是？但最重要的是這個，所以說我的主要目的呢是這個，對吧？就是來強調很多裡邊有一個很重要的，這個是最主要的東西。哎，我們看一看這個例子，主要針對學生。我們這個課呀，說是5級的課，對吧？主要針對的是學生，什麼樣的學生呢？針對參加 HSK 5級考試的學生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個課5級的學生呢是最主要的對象，但是不是說人家6級的就不可以聽了？6級的人，比如說我也對副詞感興趣，我也想聽一聽，可以嗎？可以，但我們主要針对的呀是5級的学生，所以更適合5级的学生來聽，這個就是主要意思啊，主要針對，針對就是 point， 對吧？第二個，重新，這個詞是不是比較熟悉了？重新是什麼？我做了一遍，可能有問題或者沒有成功，我再做一遍，對吧？你去銀行取錢，輸了密碼之後，人家告訴你錢取不出來，為什麼？你輸錯了，所以你需要怎麼樣？重新輸入密碼。這個就是把你剛剛做的這個動作，輸入密碼的這個動作呀，我們再做一遍，重新啊。第三個，總共1小件、2小件、3小件，總共是3件兒，這個是5塊錢，那個是5塊錢，2件兒總共是10塊錢，對不對？所以呀，售貨員可能會告訴你，您買了2件東西，總共消費10元，消費就是你花了多少錢的意思啊。記住，這是一個比較書面了啊，這個就是5級當中應該使用的詞彙了，你就不要說我總共花了5元啊，總共花了10元。你在寫文章的時候，你可以說，我總共消費10元，是不是瞬間高大上了呢？下一個，根本什麼意思？我根本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来強調我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地上，這裡有一包很沉的包裹，老師怎麼都拿不起來，我就可以告訴你什麼呀？我根本拿不動，太沉了。我想了辦法，但是我還是拿不動，用來強調一下根本拿不動。下一個，果然，你什麼時候會用果然呢？想個例子吧。比如說呀，我猜可能他會贏這個比賽，最後結果怎麼樣啊？結果果然就是他，對不對？所以果然就是你原來的猜測呀，和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啊。比如說，你說呀，我覺得這個人吶，他不是我們的學生，他可能是一個老師，對不对？後來你去問人家說，請問你是我們的學生嗎？人家說，不，我是來這兒參觀的老師。所以你可以說，他果然不是我們的學生。好，接着，忽然跟果然都有一個然，但它的意思一樣嗎？意思可差別大了。忽然是什麼意思啊？剛剛還是一種情況，很快發生了另外一種情況，對不对？你在吃飯，你忽然想起來，我的工作還沒有做完。你正吃飯呢，突然間呢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，你想起來了，工作沒做完，得趕緊回去加班。這個就是忽然，很快的發生了啊。忽然想起來，下一個，簡直。簡直也是一個副詞，表達程度很深，對不對啊？我們可以說，簡直羨慕死了。
现在呢，大家都在參加5級考試的培訓，對吧？老師希望啊，大家都能取得一個好成績。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好的學習呢，請來了一個留學生，他已經考過5級了，考了多少分吶？考了280分。哎呀，好羨慕啊，簡直羨慕死他了。為什麼呀？因為他考試的成績特別高，對不對啊？這個就是羨慕死了，已經程度很深了，簡直呀，還可以用來更強調一下它。最後再來看一看，我們還有4個，下一個是什麼？是連忙，很好。連忙它怎麼用呢？比如說有一個新的情況發生了，是不是有變化了？你得做出一點改變，來適應這個變化。就要很快的去做一件事情。我們說呀，連忙，對不對？比如說，剛剛得到通知，你訂的機票，你是訂的明天的，但是明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，你不能去出差了，你需要在這裡參加這個會議啊。你就得取消吧，你還得很快的去，一知道這個消息之後，你就趕緊去取消。我們說它是連忙，連忙取消機票。難怪呢？難怪是什麼意思？我們看個例子，難怪不出門。這個動作是，他不出門了。但是呢，你很好奇他為什麼不出門呢？後來發現他生病了。現在你知道了，難怪他不出門呢。原來啊是生病了。以前啊覺得怪，現在覺得我知道原因了。那就知道他為什麼不出門了。他不出門也就不奇怪了，是不是？始終。有始有終，有開始有結束，始終就是從開始到結束一直怎麼樣，對吧？形容一個動作持續的時間很長。看一個例子，堅持學習，他始終堅持學習。中國有句話叫什麼？活到老，學到老。所以呀，要希望大家也可以做一個始終堅持學習的好學生。最後一個，一定，一定就是你一定在聽我的課，是不是？這個是一定 ，definitely 也是你在強調這個事情100%會發生，是不是？一定就是它。比如說有一個人呢，你看他想減肥，但是總是減不下去，為什麼？別人都在猜，你就說呀，你看他一定缺乏鍛鍊。經常鍛鍊的人是不是就比較瘦，比較苗條，身材看起來比較好？所以呀，一定要堅持鍛鍊哦。這個就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副詞，還有副詞和動詞的一些搭配啊。這一些詞呢，很多老師都是選擇了大綱裡邊的詞彙，希望呢通過這些例子呀，也可以讓大家來熟悉熟悉我們5級考試的一些詞彙。也希望呢大家學習了之後呀，同樣的可以幫助你把這一部分的東西用到你的實際的寫作當中去。看完了我們的副詞和動詞的搭配，再來看一看還有什麼樣的詞可以放在動詞的前邊呢？我們要聊一聊的是什麼？很熟悉的圖也的，非常好，用來說呀，這個動作是怎麼發生的啊？比如說呀，笑了笑，他是怎麼樣笑了笑啊？可能覺得不好意思，但又不知道說什麼，所以只能抱歉地笑了笑。說呀，這網絡上啊有一句流行語，相信大家也一定聽過吧，就是禮貌而不失尷尬的微笑，是不是？感覺很尷尬，但是呢，我還是微笑來面對，讓別人感覺我還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，禮貌而不失尷尬的微笑啊，可以搜一搜表情包。好，第二個，靜靜地坐着，動作是什麼？我在那兒坐着，是不是？怎麼樣坐着呢？
我是坐那兒一直在跟別人聊天嗎？哎，不是，他很安靜的，所以是靜靜的坐着。第三個，一本一本的放在桌上。很好，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，字大家都很熟悉，詞的意思也都很熟悉，對吧？哎，我有一摞書，哎，我是怎麼把它放在桌上的呢？我是直接這麼多放在桌子上了嗎？不是，不知道怎麼了，哎，我可能讓別人看到每本書都不一樣，對吧？所以我一本一本一本的，我把這些書都放在桌子上，讓你們看一看，哎，有聽力的書，有寫作的書啊，還有這個閱讀的書，對不對？所以我一本一本的放在那兒，你就知道每一本書是關於什麼的了。這個是我們第三個例子。看完了例子，還是老方法。做一道題練習一下吧。房間，悄悄的，媽媽走近孩子的，看到我們的圖也得了嗎？哎，它就在這兒悄悄的，所以图也得後邊是什麼？是動詞，沒問題。告訴我動詞在哪裡？在這裡，對吧？走進，所以一定是悄悄地走進。進哪兒了呢？進房間，很好。悄悄地走進房間，對吧？這是一個小搭配。我們再看，有一個孩子的，對不對？孩子的後邊是什麼啊？的是白勺的，白勺的後邊一定是名詞，非常棒。所以我們說白勺的後邊加什麼？加我們唯一啊，加我們這個唯一的名詞啊，房間，對不對？孩子的房間，剛剛我們說走進房間，誰的房間？孩子的，所以走進，哎，悄悄的走進孩子的房間，對吧？這是一個動作，我悄悄地走進孩子的房間了。那你告訴我，在我們的題目當中是誰走進了呢？沒問題，媽媽，對吧？這句話就是媽媽悄悄地走進孩子的房間。哎，這樣做題是不是就很快了？所以呀，當大家看到一道題目的時候呀，找一找有沒有的，三個的，对吧？再看一看這一些人搭配，哎，他怎麼來弄呢？图也的加動詞，白勺的，哎，我加名詞。看到雙人的呢，我找形容詞，慢慢的把它都湊起來，最後剩那麼一兩個詞，很容易你就知道它在句子當中是在什麼位置了。好，不多說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除了剛剛說到的那一些呀，還有往、朝、向這樣表示方向的一些介詞，對不對？也可以後邊告訴你到底是哪個方向，讓你放在動詞的前邊。比如說呀，我們先來複習一下，我們學了哪些表示方向的詞呢？上北下南，左西右東，對不對？東南西北。如果你要說它在哪裡，你可以說啊，我的北邊，我的東邊，是不是？就是在北一條邊，北邊都是什麼？這是東南西北。還有，這是大方向。還有呢，前後左右，是不是？我的前邊，我的前邊現在是一台電腦，你的前邊是什麼呢？好，老師的右邊，老師的右邊現在是什麼？是這台電視，對吧？這個呢，就是前後左右，也可以加一個邊。還有一個盒子，裡邊、外邊，是不是啊？這些呢，是主要讓大家再複習一下我們學過的一些方位的詞。來，回到這裡，我們把我們的介詞也用上，往、朝、向。這三個介詞都是表示什麼呢？對，表示我們的方向的，後邊就可以加剛剛複習的這些詞了啊。我們來看一個，往右邊拐。
開車了，哎，前邊有什麼？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，哎，往左還是往右呢？我告訴你，你要往右邊拐了，哎，前邊往右，然後再拐，拐是 to turn， 對吧？這樣一個動作發生的方向就是右邊。第二個，朝。比如說這個是東邊，我一直往東邊走，就是我在朝着東邊，對不對？我們可以說朝東邊走。哎，你要來找老師，老師說你下了公交車以後，朝東邊一直走，就看到老師工作的地方了，对不对啊？這個就是你面向的東邊，然後我們就用這個介詞朝。下一個。很可愛的一個動作，是不是？朝主人搖尾巴，動作是什麼？動作是尾巴，朝的是什麼？哎，对，這裡呀，它就不是一個方向了，它是一個人，對吧？你可以朝着我，哎，我也可以朝着別的學生，對不對？我也可以面向別的學生，所以後邊呢也可以加一些名詞，或者說，哎，你朝着牆，你朝着那棟建築，對不對？所有的名詞也可以用來表示是在哪一個方向。在這裡，可能是一條小狗，它呀朝主人搖尾巴，很可愛。說完了介詞表示方向的一些介詞，我們再來看一看還有哪些介詞也是要一定用在动詞的前邊呢？這裡呀，其實介詞都是啊，但是呢，我們還是挑主要的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，一起看一看。第一個，對。对一定是引出的什麼一個對象，很好。比如說你要負責是吧？我們每一次做一個項目，做一個計劃，要服務客戶的時候，我們都要說呀，我們一定要對客戶負責，是不是？老師在講課，你有不懂的地方，老師一定要怎麼樣？一定要講明白了。你有什麼問題呢？你就去微信裡問老師，為什麼呀？老師就應該對學生負責。很好，這個是對，後邊引出來這樣一個對象，對客戶、對學生，還是對其他的一些什麼人或事呢？這個是對的用法。第二個是什麼？是跟，很好，跟是什麼呀？跟其實就是和，對不對？你跟某一個人，對不對？但是它比和就高級了。你用在5級裡邊呀，你要是還是我和朋友出去逛街，這個呀應該是口語當中，我跟朋友去約會。你在書面語當中如果寫跟的話，會比和的效果要好一點。他跟女朋友約會，看來周末過得不錯。第三個，於。於是什麼？於呀，後邊可以加一個日期，是不是？很多時候呀，我們說你們要參加考試了，考完試，你在微信上問老師啊，什麼時候我才能知道成績呢？如果老師說的很官方的話，也就是很書面的話，我就告訴你们你們的成績呀，於9月3日公布。就是在這個時間會公布，於後邊可以加一個時間但是這個是非常書面的說法，我們在口語當中一般不會用。但大家因為到5級了，你會接觸到很多的什麼？對，書面語，所以看到它也不要陌生。下一個，在是什麼？看一看。在哪兒，對不對呀？這個很簡單，很早就學過了。在哪兒做什麼？在公司加班，在圖書館學習，在飯店吃飯，是不是啊？所有的這個地點一定是在加這個地點，它做狀語放在我們的動詞前邊。最後一個，趁，新的介詞哦。趁什麼？
趁年輕，就是說你還有這個機會，你現在還年輕，你要怎麼樣？趁早，時間還早，你要早早的去做什麼？這個就是趁的意思啊。人家都說了呀，這鍛鍊吶，可不能等你生病的時候，等你年紀大了之後，你才知道鍛鍊身體很重要。你呀，一定要趁年輕，一定要還年輕的時候呀，就多鍛鍊鍛鍊，這樣才會有一個好身體。所以呀，希望大家都趁年輕多鍛鍊鍛鍊。這個呢，就是我們的一些介詞。好，看完了介詞，我們再來看很特殊的一些詞，我們叫它什麼？其實在語法當中啊，叫情態詞或情態動詞，但是比較抽象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聽完之後也不知道你說的這個情態詞呀到底是什麼詞。那我們就說，給你3個關鍵詞，你看到如果這個動詞是表示願望，表示你有什麼願望的意思，表示一種可能性，或者說表示一種必要性的時候，那麼你要想了，這幾個這樣的動詞呀，它很有可能是我們說的漢語當中的情態詞。情態詞要放在哪兒呢？這樣的詞一定記住了，我們要放在動詞的前邊。好，找幾個比較常用的，也是比較關鍵的，大家一定要掌握的詞來看一看。表達願望的有什麼？願意，是不是？願意怎麼樣？我願意嫁給你，很浪漫的一句話。願意，它是一個表示，你想要這麼做，你有這樣一個願望，對不對？這樣的願望去做什麼呢？和他結婚，我願意嫁給你。第二個，情願。我情願，我情願去做什麼？就是說，我寧願做這個呀，我也不想做那個。所以情願就是我有這樣的想法，我更傾向於做這個，對不對？我情願遲到，我也不想怎麼樣，我也不想不去幫助路邊需要有幫助的人，對不對啊？你今天去上班了，看到有一位老人需要你的幫助，但是一看時間，糟糕，很有可能要遲到。这個時候你是選擇遲到呢，還是選擇我就走過去了，我要趕緊去上班？有的人呢，就說我情願遲到也要去幫助他。肯其實就是願意的意思，你肯不肯幫我呀？你願不願意幫我呀？其實是一個意思的啊。敢是什麼？我敢說我有這樣的膽量，對不對？我敢說一定就是他，對吧？就是說你呀覺得可能性很大，你有點保證的意思。這個呢是表示一種願望。第二個，可能，能夠，很好理解吧？我能夠按時上班，我能夠準时出席，對吧？所以能夠也是表示這個動作可以發生。還有最簡單的可以和會也是要放在動詞的前邊。那表示必要的呢？很快要考試了，老師說你應該努力學習，你應該每天都複習，是不是啊？應該就是表示一種必要性，你需要這麼做，也是要放在你發出的這個動作的前邊。還有應當和應該意思差不多，更書面一點。得也是，這個也是比較口語了，是吧？你得天天去做什麼？你得天天去上班，你得天天去上課，是不是？得也是應該啊，表示一種必要性。還有很簡單的最後一個要，非常好。所以呀，當大家看到一些動詞，它表示的是願望、可能或者必要的時候呀，你就想這些呢是要放在那個动作真正的動作的前邊的，所以它們也是要在動詞前。我们來看一看，再來舉更多的例子吧。你願意結婚嗎？你願意和他結婚嗎？第二個，肯，
一開始生病的時候呀，我不想去醫院，後來呀，感覺吃藥沒什麼用，所以別人勸了之後，建議了之後，他呀，終於肯去醫院看病了。第三個，能夠，努力之後呀，每一位同學，老師相信你們怎麼樣都能夠通過考試，加油哦！還有，得做什麼？你去找工作，先是筆試，後來呀，領導說，筆試成績很好哦，那我們得給你安排面試，是吧？得，也就是我們需要給你安排面試。做一個練習吧，看一下這幾個簡單的詞。我寫下去，這本書還要找一找。一開始找什麼？找動作，是不是？要寫下去，要寫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已經把答案告訴你了，動詞是寫下去，是怎麼樣呢？有這個必要，我需要寫下去，所以是還要寫下去哦。寫下去談論的是什麼呀？我要怎麼樣啊？對呀，是這本書，是不是？這本書怎麼樣？動作的發出者是我要做什麼？這本書呀，我還要寫下去，很好。這個就是我們說一些情態詞也是要放在動詞的前邊。記住，再強調一下，哪些就是情態詞呢？它的意思呀，可能表示願望，表示可能，或者表示对，必要。你就要想一想，它呀一定呢是應該在動詞前邊的。下一個。這個就是比較簡單的，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以前大家都學過的關於動詞的一些用法。比如說你表示我正在做什麼，我們就把在或者正在放在動詞的前邊。比如說他在學習，他正在學習，老師在講課，你們在聽課，對吧？第二個，這個不是放在動詞前邊了，而是說呀，這個動詞還能怎麼用？動詞的重疊形式是不是可以？動詞加動詞，你嘗嘗，對不對？一個字的動詞，你就說，你嘗嘗；兩個字的呢，你鍛鍊身體，對吧？表示呀，你要應該做一做這樣的事情。他看了看手錶，也是表示一個動作，怎麼樣？看了看，是不是？你來說一說，建議你，給一個你來試一試，你來說一說 ，a short period， 對吧？這個呢是動詞的一些重疊形式。還有什麼？了這過，說了很多次的了這過，一定要在動詞的後邊，很好。了表示過去，這呢？正在進行的這樣的一種狀態，掛着，這幅 PPT 上寫着什麼，對吧？然後過，老師說過，對不對？已經發生的動作，我們就要用過。好了，我們再來看幾個例子。他走了，過去的是不是？他走了。第二個，他騎着一輛自行車，你今天看到他了，你在公交車上，他呢幹什麼？他呀正在騎自行車，他騎着一輛自行車，表示他现在的狀態。最後一個，我看過這本書，也是已經發生的動作。看書，這本書我已經看過了，是不是？我們就說我看過這本書。這兩個其實這一頁9、10、11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，放在這裡呢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複習一下啊，給大家再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。好，看完了動詞的这些用法呀，怎麼樣啊？又到我們的練習時候了，一起來看一看吧。第一題，一定道歉的時候態度誠懇，要出現了一個單個的要表示什麼呀？你應該這麼做，所以他呀可能是要一個動詞，是不是？要態度誠懇。
這個呢，其實呀，還有一定，一定是什麼？是副詞，要，哎，它是一個動詞。那在這個句子當中，一定要怎麼樣？一定要態度誠懇。什麼時候呀？道歉的時候，道歉的時候一定要態度誠懇。第二個，彩虹，雨後，常常能看到。哎，出現了什麼？出現了能，是不是？能表示哎有這個可能性，可以怎麼樣？找這個動詞吧。可以看到，哎，看到什麼了？賓語呢？看到彩虹了，就剩一個雨後了。什麼時候啊？它表示的呀是下雨之後，對不对？大的條件，雨後常常能看到彩虹，在雨後這個時間段，哎，你常常能看到彩虹。第三個，你們找到比較特殊的是什麼？找到了一個副詞，是不是？剛剛說過主要，对吧？主要它的動詞是針對。哎，我們看主要針對什麼？是針對這種產品，還是針對中老年消費者呢？這個就需要啊，我們說了主要針對之後，你再看一看這兩個詞怎麼樣排比較合適啊？我們說是這種產品針對某一類人，還是某一類人你要針對這個產品啊？哎，毫無疑問吶，是有這麼樣的產品，這麼產品是賣給誰的呢？哎，我們就說呀，這種產品主要針對中老年消費者。已經看了3個練習，我們接着往下走，看一看剛剛學過的還有哪一些可以用到呢？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練習。哎，你找到了什麼？同樣，我們找到了一個副詞，哪個副詞？重新，很好。你要做的動作呢？輸入什麼？輸入密碼。請重新輸入誰的密碼？您的密碼，很好。請重新輸入您的密碼。下一個。剛剛說了是一個很可愛的動作，找到了什麼？找到了一個介詞，朝，是不是？朝後邊要加方向，或者說朝誰？朝的這個主體，主體是誰？是主人，對不對？朝主人做了什麼動作？搖了搖尾巴，誰做的？對，讀一讀吧。小狗朝主人搖了搖尾巴。下一個。得採取措施，我們和立即。哎，這個啊拆的比較散了，1、2、3、4、5個詞，你來找找看，用到了哪個方法呢？還是啊，副詞和動詞的搭配啊，其實是非常常考的一類題，但是副詞呢又比較多，這個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積累啊，好好下功夫，把功夫啊用在平時，看到了就記一下啊。我們看你找到了哪個副詞？立即，是不是？哎，馬上，立刻，馬上，立即做什麼？採取什麼？採取措施，很好。但其實啊，這道題我們說還有一個得，剛剛提到了是什麼呀？是情態詞，對不對？情態詞要放在哪兒？放在動詞的前邊，沒有問題。那我們的答案一起讀一下吧。我們得立即採取措施，很好。接着來。永遠好了，要是能保持年輕，就給你們5秒鐘的時間想一想。找到什麼線索了嗎？一起來看一看，又是考
考你副詞了，哎，考你副詞，找一找哪一個呢？永遠保持年輕，是不是啊？然後就好了，就其實啊也是去強調這個形容詞，還有就是永遠來形容保持年輕，哎，還有啊，能，對不對？能是什麼？能是我們說的那個情態詞，所以它呀，能一定是在保持年輕這個動作的前邊。那我們最後的句子是什麼？要是能永遠保持年輕就好了，一個非常好的願望。但是，哎，只能說啊，心態可以永遠保持年輕，身體還真是有點難呢。下一個，3個詞，很容易吧？動作是什麼？推遲。哎，還有一個能，表示可能性。哎，怎麼樣？不能推遲了。什麼不能推遲了？對，我們的會議日期不能推遲了。下一個。哎呦，一看這麼多詞啊！好，給你們10秒鐘，慢慢看。讀一讀好不好？第一個從，哎，從是什麼？介詞很好，不同的角度，我們要學會觀察事物。這個一看到從，肯定是考你什麼？要考你介詞了。哎，其實說呀，這一個句子當中的考點肯定不止一個，但是在這裡老師強調的是什麼？從的这個短語要放在我們動詞的前面。找一找動詞是什麼？觀察，觀察什麼呢？觀察事物。那介詞結構放在它前邊，找一找你要從什麼？你觀察事物的時候，你可以這麼看，也可以橫着看、豎着看，哎，隨便你怎麼看都可以。那就是角度不一樣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事物。哎，還剩2個，我們和要學會。要學會，老師，哎，又說老師這也是動詞啊，要學會呀。對，沒有問題。學會的是什麼？學會的就是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，對吧？看起來都是動詞，它有一個賓語，賓語裡邊又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，介詞、動詞和賓語。這就說到了我們一開始說的那個，就那麼幾個句型，對不對？但是5級了，肯定要難一點了，對不對呀？每一個小句型裡邊，主語部分、謂語部分、賓語部分，我都可以把它更複雜了，把它說得更複雜一些，也就是把這個句子也說得更高大上一點。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啊！我們要學會，要動詞。要做什麼？要學會，學會又是你要做的事情。學會什麼呢？整個後邊啊，就是你要學會的東西。這個東西是什麼呀？同樣也是一種動作。什麼樣的動作呢？觀察事物用什麼的方式呢？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。所以你看，其實意思大家都明白了，但這樣的一個句子，它其實語法就比較多了，就需要你扎扎實實的，把每一個語法都吃透了，最後意思都理解了，你才能把它組成一個很完整的句子啊。我們再看一看第10題，秘密屬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。很好，看到了什麼？每都，是不是啊？考你每都句型的。除了每都呢，你還有什麼其他的線索嗎？自己的，把一勺的出現，找什麼？找名詞，找秘密去了。自己的秘密，每都放在前邊，放在什麼的前邊？放在我們的动詞屬於的前邊啊。每個人都有
屬於什麼啊？屬於的宾語，屬於自己的什麼？自己的秘密。哎，很容易，這個句子就出來了。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秘密，你們有嗎？肯定有。哎，下一個第11題，表示了他歉意，態度誠懇的。又來了一個的啊，這個的是什麼？土也的後邊找動詞，動詞表示了，哎，表示了還是一個小結構呢？什麼結構？動詞後邊加了，已經發生，哎，過去的事情，所以肯定是態度誠懇的表示了。表示了什麼？表示了歉意。誰表示的？他表示的。他態度誠懇的表示了歉意。第12題，把握你一定要這次住和機會。這道題考你什麼呀？哎，要，看到了要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是一個动詞，它是一个能源动詞，对不对？要做什麼？你要把握，把握的結果是什麼呀？你把握，你要讓它住在你的手心裡，你要讓它留在你的身邊，對不對？所以是把握住。你要把握住的東西是什麼呢？機會。什麼機會呀？很多機會。你要把握住的是，哎，這次機會。句子呢，是不是出來了？你一定要把握住這次機會。很好。這個呢，就是我們的一些練習題。好，接着來，還沒完，不要急。第13個，動詞比較注意啊，比較重要啊，所以啊，我們的練習多一點。幫我們設備正在工程師還有安裝。看到了一個一定會放在動詞前邊的是什麼？正在後邊是你要做的動作，對不對？它現在發生的事情，做什麼呢？安裝。安裝什麼呀？安裝的是設備，所以3個詞的順序出來了。正在安裝設備，告訴我誰在安？工程師。很好，工程師正在安裝設備。最後就剩一個幫我們，幫我們是形容什麼的呀？哎，它是形容這個動作作用的對象，是不是？工程師正在怎麼樣？正在幫我們做什麼？安裝設備。非常好，正在後邊呢加這個動作。接着看文章，經常發表李紅在報紙上。找一找，這道題要考你什麼？在報紙上。很好，介詞是不是在什麼什麼上？在報紙上一定會放在你這句話找到的什麼動詞的前邊。找吧，動詞是哪個？發表，發表。行，還有找到了動詞，又看到了一個經常，是不是？經常做什麼？這也是啊，很常用的一個用法了，所以一定是啊，經常發表，對吧？發表什麼呢？發表文章。在哪兒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。誰？李紅，對不對？李紅經常怎麼樣？經常發生的事情是什麼？後邊就是經常發生的事情。這個事情是在報紙上，在報紙上做什麼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。來讀一讀吧。李紅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。很好，應該是最後一個了。再看一看，大家學校的規定應該和遵守4個詞，簡單明了，也非常明確的要考你。應該
should，對吧？情態動詞應該本來就是一個動作，對吧？動作你應該做什麼呢？應該遵守，遵守什麼？遵守學校的規定。誰遵守？大家遵守，非常好。大家應該遵守學校的規定。這些呢，就是我們今天說呀，關於動詞的一些用法，主要是告訴大家什麼樣的詞放在了動詞的前邊。一般來說呀，給大家提個醒，在漢語當中啊，習慣把那個動作呀放在句子的最後，所以很多東西它都可以放在這個動詞的前邊去形容這個動詞。記住了，動作一般都是在句子的最後啊，所以很多的結構你看到了，如果不會了，不要去猜，不要去想了，先把它放在動詞的前邊吧。這樣其實錯誤率也不是那麼的高。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，還是別忘了要複習，要好好的準備你的考試啊。好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